刘宇宁、金靖这场互夸太会了，高情商不是嘴甜，是每句话都接得住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？最近开始推理吧，又贡献了一个特别适合反复刷的名场面，不是那种硬凹出来的爆笑，也不是靠后期字幕强行带节奏，而是刘宇宁和金靖在补给站好评返现环节里，一人一句，一唱一和，把一个原本简单的任务环节硬是完成了高情商社交公开课。说白了，这段好看的地方不在于他们说了多么华丽的话，而在于两个人都太会接了。一个抛梗，一个接梗，一个夸人，一个立刻补位，一句话刚出来，另一边马上把情绪垫住。整个过程没有尴尬停顿，没有冷场，也没有那种我必须表现得很会说话的刻意感。这才是真正让观众舒服的综艺互动。很多人看完之后都在感叹，刘宇宁和金靖这俩人真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嘴甜，而是会照顾人，会看场子，会把对方的话稳稳接住。尤其是在现在的综艺里，大家见多了夸张表演，也看多了人设包装，突然看到这种自然流动的互动，反而有种哎呦，这才是真人聊天啊的感觉。这次的补给站好评返现环节，本来只是为了拿体力值，按照一般综艺流程，嘉宾夸几句好吃、不错、味道可以，任务也就过去了。可是刘宇宁和金靖偏偏不走敷衍路线，两个人直接把夸夸模式开到满格。金靖一句还要不要吃，刘宇宁立刻接住，不是简单的说要，而是顺手把对方也照顾进去，说给金靖拿一份，然后自己也跟着吃。这个反应特别细，它不是舞台上那种大开大合的表现，而是生活里那种很自然的体贴。对方可能只是随口问一句，但他立刻明白这句话背后可能带着一点不好意思，也可能带着一点试探。于是他用行动把气氛接住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我陪你一起。这就是刘宇宁很圈粉的一点，他不是那种把我很暖写在脸上的人，也不是动不动就说漂亮话，他更多时候是把体贴放在细节里。你不说破，他也不抢功，但该照顾的时候，他一定能看见。金靖也特别会，他夸这顿饭不是简单说一句好吃，而是说有家的味道，吃了很有力量。这个表达一下子就把普通的食物夸赞拉到了情感层面。大家想想，综艺里做任务，谁都能说好吃，可家的味道这4个字一出来，味觉变成了情绪，任务变成了温度，再加一句吃了很有力量，直接把节目效果和任务目标都串起来了。这就是金靖厉害的地方，他不是为了夸而夸，而是知道怎么把一句话说的有画面、有情绪、有落点。刘宇宁在旁边也不是干等着，他全程捧场王附体，对金靖的话给出及时反馈。是的，这种回应看似简单，其实特别重要。很多人聊天最大的毛病就是对方说完了，自己没反应，场子一下就凉了。刘宇宁不是，他会让对方知道，我听到了，我接住了，我认同你，所以这个环节才会看起来这么顺。两个人不像是在完成任务，更像是在用一种非常轻松的方式告诉大家，高情商不是背话术，是不让别人的话掉在地上。这句话真的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。刘宇宁的高情商，很多时候并不是靠语言堆出来的，而是靠分寸感和反应力撑起来的。他在综艺里的状态很特别，该玩的时候能玩，该接梗的时候能接梗，该认真听的时候也能认真听。他不会因为自己是歌手、演员就端着，也不会为了出效果故意冲到最前面抢话。这点其实很难。综艺场子里，太安静容易没镜头，太用力又容易显得油。刘宇宁经常卡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上，他不强行成为中心，但一旦需要他接话，他就能马上给到回应。比如之前节目里有包场之类的玩笑，他能顺着笑点往下走，又不会让话题跑偏。金靖说要给他包场观影，他可以用自嘲的方式接住，说那得先问问钱包答不答应，既没有把对方的玩笑晾在那里，也没有顺杆爬到让人尴尬。这就是边界感。很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夸、会笑、会说场面话，其实不是。真正的高情商，最核心的是知道什么话可以往前推，什么话要轻轻落下。刘宇宁就很懂这个，
她身高很高，站在人群里本来就很显眼，可她的综艺气质并不是压迫型的，相反，她经常会把自己的存在感往回收一点，给别人留空间。这种反差很有意思。外形上是高个子、烟嗓，舞台上很有气场，生活化的综艺里却常常是那个会自嘲、会递台阶、会照顾别人情绪的人。难怪网友爱说她有不刻意的苏感。所谓不刻意，就是她没有把体贴演成偶像剧桥段，而是让人觉得这个人平时应该就是这样。金靖的高情商则是另一种路数，她是特别典型的热闹里有分寸。她很会破冰，也很敢说，但她不是乱说。她的很多玩笑看起来很夸张，其实落点很清楚。比如她夸刘宇宁，有时候会用特别有综艺感的表达，像嫁人要嫁刘宇宁这种话，一听就有笑点。但她不只是搞笑，里面也确实带着很高的认可，这个人可靠、体贴，会照顾人。重点是，金靖说完这种比较炸的话之后，往往会补一句我开玩笑的。这一句很关键，他不是在削弱前面的夸赞，而是在给现场所有人留余地，既让气氛热起来，又不会让别人难做。热闹归热闹，分寸还在，这就是金靖身上很珍贵的能力。他能把场子点燃，也能在快要越线的时候自己把线拉回来。很多喜剧型艺人容易遇到一个问题，为了制造效果，容易把别人放到尴尬位置。金靖不太一样，他的幽默有时候看着像先捅一下，但后面一定会给你贴创可贴。他知道观众喜欢看热闹，但他也知道嘉宾本人不能真的难受，所以他跟刘宇宁之间的互动才会让人看得舒服。刘宇宁接得住，金靖也懂得停，两个人一个稳，一个活，一个托底，一个破冰，碰在一起，节目效果自然就出来了。而且这次大家之所以这么上头，不只是因为好评返现环节好笑，更因为两人过去在节目里的互动已经有了情绪铺垫。金靖曾经在节目里特别直接地指出过刘宇宁的一个习惯，他讲完笑话后经常会补一句我开玩笑的。很多人可能只是把这当成口头禅，但金靖看到了更深的东西。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怕被误解的自我保护。这句话很戳，因为在娱乐圈里，很多艺人说话都越来越谨慎，一个表情、一个语气、一个玩笑，都可能被拿出来反复解读。久而久之，有些人会习惯性的给自己加保险，我开玩笑的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们别误会。刘宇宁就是很典型的那种人，他看起来挺能聊，也能开玩笑，但其实很在意别人的感受，也很怕自己的话让人不舒服，所以他会下意识补一句我开玩笑的，像是给所有人，也给自己一个安全出口。金靖能看见这一点，说明他不是只听表面的话，他是真的在观察人。更难得的是，当刘宇宁自我怀疑，说自己不相信自己有那么好时，金靖没有顺着玩笑绕过去，而是很坚定地告诉他，你就是这么好。这句话没有什么复杂修辞，却很有力量。有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大道理，而是有人认真告诉你，你值得被肯定，你真的很好。刘宇宁当时被触动，观众也能理解，因为这种被看见，不是商业互夸，也不是节目剧本里写好的走心时刻，而是一个人真的透过你的习惯，看到了你的不安，这才是高级的共情。金靖平时给人的印象很外放，很会搞笑，很能带气氛，但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的热闹不是空的，他的笑点背后有观察，他的夸赞背后有真诚。他不是随便给情绪价值，而是知道谁需要什么样的情绪价值。所以他跟刘宇宁的互动才不只是好磕或者好笑，而是让人觉得这俩人聊天真的有来有回，有看见，也有回应。再说刘宇宁，他这几年从歌手到演员，再到综艺常客，身上的变化其实挺明显，但最不变的一点是他的活人感。这3个字现在很流行，可放在刘宇宁身上确实合适。他不是那种被包装的滴水不漏的精致样板，他会热，会累，会自嘲，会害怕，会在综艺里露出很真实的反应。跳伞害怕也不装，录节目辛苦也不硬撑，
跟粉丝交流时也常常带着那种很接地气的东北式幽默。这年头，观众真的不缺完美人设，大家缺的是能让人相信这人是真的的艺人。刘宇宁的优势就在这里，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中央的人，他走过很长一段从普通人到艺人的路。早年在丹东街头直播唱歌，后来凭借翻唱出圈，再到发行个人音乐作品、演戏、上综艺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这个路径决定了他身上有一种学院派训练不出来的生活感。他知道普通人的疲惫，也知道普通人为什么需要一点光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《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》这首歌会打动很多人。这首歌不是那种炫技型作品，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励志口号，他的气质更像是一个下班路上的朋友，坐在你旁边说，没事，今天也挺过去了。歌名就很直白，平凡的日子接一点光，不是要轰轰烈烈改变人生，也不是喊你立刻逆袭成功，而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借一点点光，让自己继续往前走。这种表达很适合刘宇宁，因为他的声音里本来就有故事感，那种低沉的烟嗓不需要刻意煽情，就自带一点生活的粗粝和温度，配上平凡、路人、忙碌这些关键词，很容易戳中打工人。说的直白一点，现在大家真的不太吃你要努力，你要成功那一套了。谁不知道要努力？谁不知道要往前走？问题是累啊，烦啊，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想找一首歌，把自己那点说不出口的疲惫放进去。刘宇宁这首歌刚好接住了这种情绪，尤其是那种深夜加班、赶末班车，回到家只想瘫在床上的时刻。你不一定想听别人给你上课，但你可能愿意听一个同样从普通日子里走出来的人唱一句接一点光。这就是他的音乐路数里很聪明也很真诚的一面。现在不少歌手发歌喜欢把制作做得很满，电音、转音、高音、复杂编曲一起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会唱。刘宇宁这次反而没有往炫技上走，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叙事和陪伴感上。这不是不会炫，而是知道这首歌不该炫。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，真正要打动的不是评委席上的专业耳朵，而是生活里正在疲惫赶路的普通人。他的任务不是让人惊呼好高的音，而是让人听完之后觉得，哎，好像被懂了一下。这种被懂的感觉在当下很值钱，所以6月28日的分享会才会让不少人期待。按照公开物料，这场分享会围绕平凡的日子接一点光展开。比起常规意义上的舞台表演，观众更想听的可能是刘宇宁怎么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。他一路走来本身就有太多可以聊的东西，街头唱歌，直播间里攒人气，从素人到歌手，从歌手再到演员，这里面不是几句逆袭爽文就能概括的。真正动人的地方，恰恰是那些不够体面的、很狼狈的，熬过去之后才敢回头讲的细节。刘宇宁的粉丝为什么粘性强？因为很多人不是只把他当成一个遥远的明星，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从人群里走出来的人。他不是从云端落到地上的，他本来就从地上走来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文艺，但放在刘宇宁身上真的成立。他身上有一种很明显的野生感，不是粗糙，而是没有被完全格式化。他不太像流水线造星产品，更像是一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艺人。说话有自己的节奏，开玩笑有自己的方式，唱歌也带着自己的经历。所以观众看他会觉得他离生活没有那么远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综艺里很容易出效果。有些艺人上综艺给人的感觉是我来营业了，刘宇宁上综艺更多时候像我来跟大家一起玩了。他会投入，会认真，也会露怯，该搞笑的时候搞笑，该走心的时候走心，不太端着。这种状态和金靖很搭，金靖负责把场子热起来，刘宇宁负责把场子稳住。金靖的幽默像一阵风，来得快，带得动；刘宇宁的回应像一个垫子，能把这阵风接住，不让它刮到尴尬的地方。两个人的互动好看，不是因为他们每一句都多炸，而是因为他们都很懂给对方留好看。这在综艺里其实很珍贵。有些互动为了抢镜会变成互相压制，
有些玩笑为了出圈，会变成让一方难堪。但刘宇宁和金靖的模式不是这样，他们是互相成就。金靖夸刘宇宁，刘宇宁不会装高冷，也不会把夸奖全接成自己的高光，他会不好意思，会自嘲，会反过来拖住对方。刘宇宁照顾金靖，金靖也不会让这份照顾悄悄过去，他会把它说出来，让观众看见他的好。这就是双向的高情商，不是一个人在努力表现自己多会说话，而是两个人都在让对方更舒服、更好看。而且从这次补给站好评返现来看，他们的高情商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夸人都很具体，这点真的很值得学。很多人夸别人，永远只会说你真好，你好厉害，你太棒了，听起来没错，但很空。被夸的人也只能礼貌笑笑，因为不知道你到底在夸什么。刘宇宁和金靖不是，他们会把夸赞落到具体情境里。饭不是简单好吃，而是有家的味道；人不是简单好，而是会照顾别人，会在团队里扛事，会认真听别人讲话。具体了，真诚感就出来了。观众为什么觉得舒服？因为大家能看见这不是随便糊弄的场面话。包括刘宇宁在团队环节里的表现，也是这种具体的靠谱。当团队迷茫的时候，他会主动站出来带节奏，甚至会说哪怕带错了，大家可以怪他。这句话其实挺能说明他的性格，他不是那种只想赢了算自己的，输了就往后退的人。相反，他愿意承担那个先做决定的压力。团队需要方向时，他会站出来，如果结果不对，他也愿意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这种人放在综艺里会让队友安心，放在现实生活里也很容易让人觉得可靠。金靖说他令人敬仰，并不奇怪，因为高情商不是永远说漂亮话。很多时候，高情商就是在别人慌的时候，你能稳；在别人不好意思的时候，你能递台阶；在别人自我怀疑的时候，你能认真告诉他，你真的很好。刘宇宁和金靖这场互动，刚好把这些都呈现出来了。再往大一点看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观众越来越吃这种真实社交感。过去综艺里常见的是夸张冲突、强行组 CP、尴尬游戏，那种模式当然也有看点，但看多了会累。现在很多观众更喜欢看自然的关系流动，谁会接话，谁会照顾人，谁能把场子变舒服。说到底，大家看综艺不只是看热闹，也是在看人。刘宇宁和金靖这类嘉宾最容易出圈，就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人的质感，不是冰冷的人设，也不是完美模板，而是会犯怵、会心软、会大笑、会被一句话打动的真实个体。这份真实比任何精致包装都更有记忆点。刘宇宁现在的路线也越来越清晰，音乐上他没有只追求声量和技巧，而是在做更贴近普通人情绪的表达。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就是很典型的例子，他不吵不炸，但能慢慢往人心里走。表演上，他从早期角色一步步积累，到长歌行、说英雄谁是英雄、一念关山、折腰等作品被更多观众认识，演员身份也在持续被讨论。综艺上，他又提供了另一层魅力，接地气、反应快、有分寸，会玩也会稳。这三条线合在一起，刘宇宁的个人标签就不只是歌手或演员，而是更完整的陪伴型艺人。这个定位很重要，因为现在娱乐圈最缺的不是漂亮脸蛋，也不是短期热度，而是能让观众长期愿意跟着走的人。刘宇宁的优势在于，他的经历和性格能支撑这种长期陪伴感。他唱平凡的日子，观众信；他说生活不容易，观众也信。因为他不是站在云端讲平凡，而是真的从平凡里走出来。当然，刘宇宁不是没有争议，也不是完美无缺。娱乐圈里没有谁能让所有人都喜欢，可他最聪明的地方是没有把自己包装成完美的人。他知道自己有笨拙的时候，有害怕被误解的时候，也有不够自信的时候。反而正是这些不完美，让他更像一个活人。粉丝喜欢他，也不只是喜欢舞台上的刘宇宁，还喜欢那个会在直播里碎碎念、会自嘲、会认真解释、会把一些小事放在心上的刘宇宁。
这种喜欢很难被复制，因为它不是单靠营销能造出来的，而是长期相处感积累出来的。再回到这次和金靖的互动，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好评返现能被大家夸成社交教科书？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人现实中的痛点。现实生活里，很多人说话经常没人接，你分享一件开心事，对方敷衍哦；你表达一点脆弱，对方马上转移话题；你开个玩笑，对方要么听不懂，要么让你尴尬。所以当观众看到刘宇宁和金靖这种每句话都有人接的互动时，会很羡慕。原来舒服的聊天是这样的，不是非要说多高级的话，而是你说出来的东西，对方愿意听，愿意回应，愿意让它落在一个好地方。刘宇宁接住金靖的玩笑，金靖看见刘宇宁的敏感，刘宇宁用行动照顾对方，金靖用语言把这份好放大。两个人都没有让对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这就是最高级的社交能力。他不只是会说，更是会看见。也难怪网友会说，这两个人的互动让人看了心里暖暖的，因为他们给出的不是工业糖精，而是真实的情绪价值。一个人被看见，另一个人被接住，笑点有了，暖意也有了，这种综艺名场面才是真的有后劲。接下来6月28日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分享会也很值得关注。对于刘宇宁来说，这场活动不只是一次歌曲宣传，更像是他和听众之间的一次近距离交流。如果说综艺里的刘宇宁展现的是他的反应力和分寸感，那么分享会里的刘宇宁很可能会把更多精力和情绪摊开讲。这对粉丝来说吸引力很强，大家想听的不只是这首歌怎么制作，更想听他为什么会唱这首歌，哪一句歌词对他来说最重要，他又是怎样理解平凡日子里的那点光。因为刘宇宁的人生经历本身就和这首歌的主题高度贴合，他不是一路顺风顺水的艺人，他经历过无人问津，也经历过突然被看见，经历过被质疑，也经历过靠作品一点点证明自己。这样的经历放进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里，会让歌曲不只是歌曲，而像是一段人生注脚。这也是刘宇宁和很多歌手不同的地方，他不是只用技巧唱歌，而是用经历给声音打底。观众听到的不只是旋律，还有一个人走过来的路。当然，娱乐营销号写到这里，必须说一句大实话，刘宇宁这条路确实挺适合现在的内娱环境。现在观众越来越不吃高高在上的明星叙事，大家喜欢的是有交流感、有生活感、有真实缺口的人。你可以红，但你不能太悬浮；你可以有光环，但你不能完全脱离普通人的情绪。刘宇宁刚好踩中了这个点，他有舞台，有作品，有综艺表现，但又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碰不到的位置。他依然保留着普通人的表达习惯，甚至保留着一些不那么精致的真实反应。这就是他的基本盘。粉丝愿意陪他走，不只是因为他唱得好，演得好，也因为他让人觉得这个人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。这种东西很难得。金靖同样也是如此，他的喜剧感不是装疯卖傻，而是建立在敏锐观察上的表达。他能让别人笑，也能让别人被安慰。他看似大大咧咧，其实心很细。他能在热闹里看到一个人不安的地方，也能用一句坚定的肯定把对方拖起来。所以刘宇宁和金靖这次出圈不是偶然，这是两个都很会照顾场子的人碰到一起之后自然产生的化学反应。一个真诚，一个敏锐，一个温柔托底，一个热烈破冰。两个人都不抢对方的光，反而让对方更亮。这才是成年人社交里最舒服的样子。最后说回这场高情商回复，它最打动人的其实不是他们好会夸，而是他们让大家看到了另一种综艺关系，不靠互怼制造尴尬，不靠强行暧昧制造话题，也不靠夸张人设制造冲突，就是自然的聊天，自然的接梗，自然的互相肯定。可越是自然，越难得。刘宇宁用细节告诉大家，体贴不是表演，是顺手把别人也放在心上。金靖用表达告诉大家，幽默不是冒犯，是让别人笑完之后仍然觉得被尊重。这两个人凑在一起，真的把高情商3个字讲明白了。
而刘宇宁接下来带着平凡的日子接一点光走到线下，某种程度上也是把这种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接住的气质继续延伸。综艺里他接住金靖的话，音乐里他接住普通人的疲惫，这就是刘宇宁现在最强的地方。他没有把自己演成遥不可及的明星，而是一直保留着那个从平凡日子里走出来的人。唱歌时他给听众接一点光，聊天时他也愿意给别人留一盏灯。所以啊，别再说高情商就是会说好听话了。刘宇宁和金靖这场互动已经给出答案，真正的高情商是你说的话有人听，你的情绪有人接，你的好也有人认真看见，这比任何华丽话术都高级。6月28日的分享会，估计又会是一场笑点和泪点齐飞的局。刘宇宁要是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慢慢讲开，打工人真的很难不破防。毕竟，谁的平凡日子里不想接一点光呢？而刘宇宁这束光，妙就妙在不刺眼。他不喊口号，不端架子，不强行教育你要乐观，他只是陪你坐一会儿，然后轻轻说一句没关系，今天也算熬过去了。这大概就是观众愿意一直喜欢他的原因。真实、舒服、接地气，还有一点笨拙的真诚。内娱精致人设那么多，能把平凡唱得让人相信，能把高情商做得不油腻，刘宇宁确实有点东西。这波宁哥又稳稳接住了。